欢迎打开 Whisky 日记。你好，我是环佩叮当。相信大家对美剧《权力的游戏》都不陌生，即便没有看过，也一定听说过。这是一部中世纪史诗奇幻题材的电视连续剧，虏获了全球无数的粉丝。而且呢，《权力的游戏》它不仅好看，还十分好喝。这好喝说的就是以《权力的游戏》为主题的苏格兰 Whisky 套装。我恰巧也收藏有一套。你看，当这8瓶酒一字排开，是不是非常的威武雄壮，非常的令人震撼？那在接下来的几期节目里呢，我就来和大家聊一聊这8瓶酒，来看一看这一套装后面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故事呢？这一套《权力的游戏》主题 Whisky 系列是在2018年由世界领先的酒业集团蒂亚吉欧携手美国有线电视网络媒体公司 HBO， 按照剧中不同家族的特点推出的限量版单一麦芽 Whisky 套装。蒂亚吉欧选择了旗下的8家酒厂的不同特点的 Whisky， 每一款 Whisky 的玻璃瓶身上的酒标更以《权力的游戏》相应各个家族的徽章进行特别的设计，极具特色，带来一种莫名的庄严肃穆感。这一套 Whisky 一共有8款，酒精浓度不同，各有特色。其中的7款呢，分别代表着《权力游戏》当中的一个家族，7国集团当然在列。这7款分别对应的是包括来自于南方的拜拉席恩家族、铁群岛的葛雷乔伊家族、龙妈的坦格利安家族、图利家族、掌权的兰尼斯特家族以及提利尔家族，都有各自对应的酒款。当然，任何只谈7国而不谈勤勤恳恳日以继夜孤身守护北境长城的 Night Watch 守夜人军团的论调都是不负责任的。因此呢，8款酒当中最独特的一款便是这个全黑瓶身的 Auburn Bay Reserve， 象征着那个时刻抵挡异鬼入侵，将你钟爱的 Jon Snow 雪诺死而复生，走向荣耀的乌鸦军团。好，那下面呢，我们就来好好聊一聊这个套装，一款一款的 Whisky 看过来。首先我们先来看这一瓶乐加维林9年，它代表的是兰尼斯特家族 House Lannister。提到乐加维林，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作为苏格兰艾雷岛历史悠久的酒厂之一，乐加维林一直以来备受 Whisky 鉴赏家和专家的尊崇，并被称为艾雷岛之王。Whisky 品评大师迈克尔·杰克逊曾经形容乐加维林酒厂，即使在艾雷岛众多优秀酒厂面前，它都享受着标志性的地位。由此可见，乐加维林在大家心中的地位非同一般。其实早在1个世纪之前，乐加维林就凭借着它高品质的 Whisky 被鉴赏家们推崇。近100年来，随着 Whisky 文化的推广和传播，越来越多的 Whisky 爱好者被它征服。乐加维林也被公认是烟熏泥煤味最浓郁的品牌之一。奇妙的消毒水味给予了它个性鲜明的特性，也成为艾雷岛原始风味的代表。那么乐加维林为什么会如此个性鲜明呢？首先是因为它的地理位置的优越性。乐加维林酒厂位于艾雷岛的港湾，终年在海风的吹拂下，潮水的气息和海风中夹带着混合了甜味与盐分的空气弥漫着整个酒厂。陈年的 Whisky 长年累月地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透露出一股海洋气息、原生植物的香气。此外呢，艾雷岛盛产泥煤，这也造就了乐加维林浓郁烟熏泥煤的风味特色。就这样，乐加维林在海风、海水、泥煤的共同作用下，孕育出了无法被模仿、被复制的独特风味，也成为艾雷岛原始风味的代表。当然，地理位置优势不是唯一的因素。乐加维林之所以如此优质出色，关键就在于它的缓酿的蒸馏工艺，关键就在于慢速工艺。
目前酒厂有10个发酵槽，2对蒸馏器。在艾雷岛威士忌当中，它不仅发酵速度是最慢的，它的蒸馏速度也可以说是最慢的。第一次蒸馏大约需要5个小时，第二次蒸馏则需要9个多小时。这样蒸馏出来的新酒不但酒质出色，而且酒体雄厚，为后续的陈酿奠定了风味基础。不仅如此，乐加威林不像一般酒厂靠使用风格浓郁的橡木桶陈酿来增加风味，反而认为波本桶才能保持酒厂的风格。雪莉桶的使用仅仅是为了最后的润色。为了避免酒液过多的受到波本桶风味的影响，酒厂坚持使用2次填充波本桶，这就很大程度地凸显了原始酒液的风味。酒液经过长时间的陈年，造就了圆润醇厚的口感，吸引了无数的威士忌爱好者。这一款乐加维林9年，它代表的是兰尼斯特家族 House Lannister。权力游戏当中，凯岩城的兰尼斯特家族是一个显赫家族，是中西境最重要的家族。他家族的家徽是红色土地上金色的怒吼雄狮，手下的封臣众多，军队庞大，同时呢，也是维斯特洛最富有而且最有权势的家族。他的家族族语是听我怒吼。由于家族极其富有，更有兰尼斯特有债必偿这句民间盛传的谚语。所以呢，这一款乐加维林9年 Whisky， 它的酒精度是46，它用它的丰富雄厚的风味来反映凯岩城兰尼斯特家族的坚韧和计谋。这一款乐加威林9年 Whisky 丰富的味道，显然也让人联想到兰尼斯特家族的庞大财富。我们把 Whisky 倒酒闻香，初闻下是泥煤和海盐的味道，但很快就会显示出甜美多汁的黑加仑和新鲜薄荷的香味。入口是浓重的香草奶油和棉花糖，有炙烤的香蕉味，像是在海边支起的篝火。它的尾韵干燥但悠长，有更多的盐味和焦糖的味道，非常适合作为战后的庆功酒，让人极快的恢复快乐。好，今天关于《权力的游戏》Whisky 套装中的这一款 Whisky 就先介绍到这里。下一期节目，我们将继续为您介绍套装当中的其他酒款和相应的酒厂，欢迎您继续关注。我是环佩叮当，了解 Whisky 文化，分享 Whisky 故事，小酌怡情，千万不可贪杯哦。咱们下一篇 Whisky 日记再见。